鳗鱼料理作为日本最珍贵的料理之一，如果不在本地吃上正宗的一顿，你可能还真不知道这么小一条鱼还可以吃到这么多东西啊！什么？最近不知道是不是狂飙看多了，就是看着我总想吃鱼，又到了吃鳗鱼的日子啊！怎么感觉我每年来京都的次数比我吃鸡的次数还多？再加上看了失之愈合的新剧，真好看。果然京都的餐厅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非常的难找。我们现在在两堵墙的中间，但问题是这一店它还开了这么多年。对对。じゃあ簡単でお願いします。你们知道在日本吃一顿鳗鱼可以吃到多少东西吗？算了，我们直接开始看今天的前菜。这个缠在一起的就是鳗鱼骨，特别的小，就是不能打包卖。嚼碎之后的味道特别像鱼皮油渣，嚼鳗鱼骨头是最香的。然后是照烧口味的烤鳗鱼干，那个照烧酱蘸了也压制不住鳗鱼干的那个茶的味道。肚子上面的肉很细腻，口感比较像芋泥。这个是凉拌黄瓜鳗，它吃起来像是经历过很多感情之后的清心寡欲啊。然后开始今天的正菜，鳗鱼料理里面一般都会有的鳗鱼蒸蛋，它居然用的不是日式茶杯，而成都盖碗茶的那个碗，好实在啊！大家一入口那个鳗鱼的鲜味就会灌到你的鼻子里面，你要仔细嚼了之后才能吃到鸡蛋的味道。这个真的是非常适合鳗鱼的一道菜，味觉修正水。修正一下，因为我们下一盘菜是清淡的鲤鱼，这个菜叫鲤鱼小杂。为什么鳗鱼料理里面要吃鲤鱼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有什么典故吧。鲤鱼的肉吃起来非常像很脆的甜雕。接下来的画面可能会非常的引人不适，就是大家会在你的面前片鱼，这个也是正宗鳗鱼店里面的一个表演活动。我都不知道我对上焦了没。你看，接着大家会趁着肉最嫩的时候做成天妇罗，为了保证最好的口感，这个白色像玉米笋的是鳗鱼籽，口感非常的奇怪，像是不会跳的跳跳糖，好神奇的口感。蔬菜之王青椒，刚端上来的时候还在冒泡。鳗鱼本身就不多的油水，它全部保留在了里面。鳗鱼天妇罗真的是人间美味之一，我觉得。现片的鳗鱼肉会有一种淡淡的奶香味，咬下去那种酥脆的声音，很像是拿破仑一刀切下去的感觉。他们家把肉里面的汁水都锁得特别的好，很讲究。然后我们点的是他们家最好的鳗鱼饭，土锅鳗鱼饭，主要是因为它能吃到锅巴。我跟你们说超香，开盖的一瞬间，当你看到那个油脂的反光，你就会无法控制分泌唾液。它和关东的鳗鱼盒饭非常的不一样，吃法的话分为3个步骤，所以也叫鳗鱼三吃。它这个锅巴太巴了哦，这不是纯纯的照烧，有点像红烧肉盖饭的那个味道，特别的下饭。把鳗鱼和锅巴叠在一起，在嘴里嚼碎之后，你就会知道山珍海味。我觉得其实指的就是这个了。第二碗的吃法很简单，就是在第一碗上面加一些山椒和芥末，它更像一个风味料理。第3碗的吃法是我最喜欢的，就是鳗鱼茶泡饭，它的感觉像是我在四川第一次吃鸡汤饭。他把那个锅巴都泡软了，就是那个饭你都不用怎么嚼，它就滑进你的胃里了，而且茶香正好中和了鳗鱼的油腻。冬天特别适合吃这个，感觉又可以活到150了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个黄豆大福，非常的京都。所以你们觉得关西风的鳗鱼怎么样？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真好吃，可以带朋友来。弄特别不拉死我脚。终于给我等到了，听着莫扎特音乐长大的和牛，我一直以为只有在电影里面才会有这种设定，没想到被今天的店装到了。又到了吃和牛的日子，它是一家位于东京六本木的超高级烤肉店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非常的拽。六本木是个什么地方？其实就是Lychee People 们玩乐的地方，所以这条街上的店都有个特点，就是特别装。我也是来了这家店才知道，居然还有和牛店只吃母牛，这啥子怪癖？我们还要下一个旋转楼梯才能进店，是上班打卡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吃的牛肉。先来给你展示一下，旁边还会附上它的血统证书，每个牛宝宝还有名字。店员也反复强调说，他们是听着莫扎特的音乐，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下长大的，所以对牛弹琴到底有没有用？他居然让我给了100多块钱点了个前菜，要是不好吃我就把他骂死。第一个牛尾汤，先来漱漱口，感觉声音口闷，汤还是比较鲜，但是它里面甚至没有给一坨肉。然后是无法逃离的生肉环节，可能确实因为肉比较好，它那个脂肪吃起来会有一种果糖的甜味。第二坨是用蒜香烤肉酱拌的生肉，有点像韩式烤肉那个味儿啊。100块钱的前菜，感觉还是可以。让我们来尝一下拥有血统书的和牛是什么样子。这个肉刚刚放在烤盘上的时候，烤之前就能看到那个雪花分布的很均匀，上了烤盘那个网格印在肉上，显得更诱人了。关键它还只是一个舌头，但它的那个绵软程度又很像土豆烧牛腩，好爬哦，像备注的那个口感。接下来是招牌菜，油的舌尖肉包葱丝。我一直觉得它比起舌根肉，口感更像那种嚼了1万次的口香糖，已经是脆弹的感觉了。还是舌尖肉有韧劲。牛舌包绿洋葱，它吃起来像一个灌汤小笼包，咬开舌头之后里面还会流汁，那个味道特别像牛肉洋葱饺子。但其实你只用舌尖肉夹的葱丝也很好吃。又到了我们快乐的长寿 time， 沙拉达跳过。接着是我最喜欢的横膈膜肉，它真的太漂亮了，其实你根本就不用咀嚼，就能尝到肉里面那个甜润鲜美的汁水，像喝牛奶。这个一片是牛腹肉，因为它那个脂肪更多，所以看起来比较透明。来吧，透明小和牛，吃起来比较接近蒜香肥牛，但是蒜香味很淡，它那个淡淡的蒜香更好能体现出那个牛肉的奶香。然后像这种比较好一点的和牛烤肉店，都会给你准备一盘仅仅1盘的寿喜烧，但是没有配饭，碗里面是料汁和一个整整的蛋黄。因为这个菜只有1片肉，所以最好裹实了再吃。那个奶香和寿喜烧的汤汁太配了，一滴汁水都不能逃走，奶甜加上清甜，像是北海道奶油果冻慕斯的感觉。牛肩肉吃起来就是很健康的味道，没什么雪花，所以吃起来不腻。这一块没什么脂肪，但是肩上的肉纤维感又很细腻，它像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爱情啊。接下来是和牛三明治，我们其实已经吃过很多次了。找到你了，面包。但它今天这个面包是用牛油烤过的，想给你们听一下咬脆牛排的声音。
而且里面那个肉比面包还厚，一整块里脊肉，里面刷了一点巧克力味道的甜酱，这是超高热量带来的快乐。然后服务员会就着锅里的牛油，再给你涮一片牛腿肉铺在饭上，它就是一个17家牛肉盖饭的和牛版。我也不知道这一碗可以在17家吃多少碗。最后的甜品选择了我们的安仁豆腐，吃起来很像是那种希腊厚酸奶，整个 course 下来很满足，价格也很感人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好玩哟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是我来日本之后去过最贵的烧鸟店。我这个特别的多，我感觉那个蛋液快从我的鼻腔里面冒出来了。烧鸟这种平民美食都可以卖到这么贵，凭什么呀？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，它非常的装。今天我们就抱着批判的眼光来看一下米其林2星，他们家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家使用无菌鸡的烧鸟店。他说的我不信，无菌蛋我倒是听说过，无菌鸡就有一点过分了吧？他现在门口站了10个人不让进。哦，一个魔，为什么不让我进啊？店里这个昏暗的灯光，感觉非常适合进行什么秘密交易。第一个小菜，我叫它无语，然后是一碗只有一个的经典时尚鸡肉小抄手，它里面是那种淡淡的奶香鸡肉汤。第一个菜就是他们家的招牌小板鸡，就是那个非常装无菌鸡，还是刺身，鸡肉刺身，真的很久没吃到这个东西了。它这个鸡肉吃在嘴里会觉得特别清新，有一种网状的质感，食感是又厚又滑又嫩那种，纯生的鸡肉味。下个菜叫鸡元宝，我自己取的，生鸡肉末加提灯，再配上一颗小嫩葱，你可以直接用海苔把它卷着吃，但也可以像我这样把它戳破，但是没什么意义，就是爱玩。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一串，非常的好看。像是米其林级别的烧鸟啊，但他们家就是啊，呵呵，他们家串的设计都很高级，一坨鸡胸肉加一个大葱，咬下去的第一感觉是这个皮特别的薄，但是当你咬破那层烧烤味的乐事薯片之后，你能够清楚的感受到那个温柔肥美的鸡腿肉会轻轻的裹住你的牙齿，再从里面喷出炭火的香气。这家店好像还可以，继续吃菜。接着上了一碗鸡蛋羹，它里面还塞了一块低温调理的鸡肝，就它里面那个芝士还是黄油的味道特别浓，它不像鸡蛋羹的，它像那种黄油慕斯。今天的活到150是一个爱你的形状，非常的爱不起。接着是半熟鸡胸肉，他们家把鸡胸肉烤出了吐司面包的感觉，半熟，其实拼的就是一个滑嫩的程度，我感觉它就是嚼起来一点不费牙齿。这个菜其实还挺高级的，鸡肝吐司，它是把鸡肝磨成酱之后做成糕，吃起来就是又咸又香的鸡肝面包，然后是一个烤土豆啊，大酱说这个土豆培育了15个月啊，这个从科学层面上来讲是可以成立的吗？甜的呀。接下来这个菜好像我们四川的烤豆腐皮一样，但它用的是蓝纹芝士和蜂蜜，确实有点难闻，就是烤豆腐皮界里面的榴莲，然后是一串烤鹌鹑蛋，里面的流心是温热的，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好奇？什么鹌鹑的蛋会有这么大？然后是一道鸡腿肉拌萝卜泥的菜，它这块肉中间吃起来像果冻，外面那一层吃起来像鱼肉，它加那种调味过的芥末，又麻又爽。这个是真好吃，好高级的味道。下一盘菜有点奇怪，它是鸡的脊椎后面的肉，怎么吃起来有点像北京的炙子烤肉，那个肉像刮的浆一样的嫩。它是一桶很复杂的肉，逮不出来味道巨浓。下面的这个菜大家肯定都比我熟悉，一个提灯上面4盏灯，以前我们咬破一个提灯爆珠4件，现在我们一次咬破4个提灯，那个蛋液会从哪儿喷出来呢？我感觉那个蛋液会从我的鼻腔里面冒出来。吃完之后没有等待的时间，直接上了一个手榴弹，大家把它捏得很紧，这样也锁死了里面的油水。然后是鸡皮，最外圈烤得特别的干，但是里面的胶原蛋白还是保留得很完美，越嚼越有油的味道，鸡油口香糖。然后接下来是我最爱的鸡心，里面那个油水顺着我的大拇指流到了我的袖子里面，非常好。最后一串是我们的血干，我一般会叫它肉棉花或者荤棉花，因为它里面那个姜质真的很柔软。最后的主食是一碗蚕豆饭和一碗鸡汤酱油拉面，怎么主食还有2份？甜品就是小块黄油冰淇淋。这家店吃下来特别的满足，它不像传统的烧鸟店，它像烧鸟怀石，不管是香气火候还是鸡的质感，我觉得都很好，就是这个价格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真好吃。